宗门认主灵兽的时候，师妹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灵兽。多谢师姐将这青龙碧霄让与师妹。以师姐的修为，这青龙怕是不用想了。不过这一无是处的废猫，却是正好和师姐臭味相投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所谓的废猫，竟然是传说中的招财神猫。唉，我们也算同病相怜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居然是万年灵液，这是你变出来的？这下发财了！姐姐，你看，这就是我新契约的青龙灵兽，是不是很威风？青龙灵兽名为碧霄，原本是我父母在一处险地寻宝的时候发现的。当时碧霄正趴在已经身亡多日的母龙身边，奄奄一息。我的母亲看碧霄甚是年幼可怜，就将碧霄带回宗门好生抚养。后来为了帮助碧霄化形，父母二人还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为他闯入妖族险地，寻来化形丹。碧霄因此化形成功，可我也失去了最爱的父母。父母在弥留之际的时候，碧霄明明郑重的承诺会永世追随于我。主人恩情无以为报，晚辈自愿成为小主人的灵宠，永世伴其左右，保他一生平安。可如今仅仅过了不到1年，他竟然就理直气壮地背叛了我。放肆！就凭你也配做我的主人？上一世，我拼了命的反抗，找长老哭诉，勉强保住了契约。碧霄，你不是说今天要给我看看你的真龙化身吗？快点变吧！就你也配看我的真龙化身？可换来的是碧霄3年如一日的冷遇和羞辱。我冒死寻来的龙血草，他转手就送给了林婉儿。我日夜苦修，终于突破筑基。碧霄，碧霄，我成功筑基了。他却说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。大一点的蝼蚁罢了，有什么好炫耀的？最后，为了彻底摆脱我，他当着林婉儿的面，一爪掏穿了我的心脏。临死前，我听见他嫌恶地说：“脏了我的爪子。”哑巴啦，是不是心里酸得跟醋坛子似的？林婉儿，你别忘了，碧霄原本就是我父母救出留给我的。放肆！也配提你父母？若不是他们多管闲事，我怎会屈尊在这小宗门待这么久？姐姐，别自讨没趣了。碧霄现在是我的灵兽，你还是赶紧找只兔子老鼠契约吧，不然待会儿连废兽都没得挑。滚开！脏死了！上一世，我从未注意过这只猫，它在宗门里活了不到半年，就被其他灵兽咬死。青龙再好，也是条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不如这只小猫，至少它懂得感恩。你想跟着我？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叫财财。我林羡瑜在此立誓，此生定护你周全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林羡瑜，你居然真的契约了一只连品阶都没有的废猫，我看你真是疯了。果然是废物，眼光和天赋一样差。今日之辱，我记下了，总有一天，你们会为今天的话后悔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，欠我的，我要连本带利一一讨回来。我现在只有炼气3层的修为，在宗门里就是最底层的存在。林羡瑜，领月历了。想要报仇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这个月的月历，2块下品灵石，3斤灵米。李师兄，好像少了。宗门给多少，我就发多少。你一个炼气3层的废物，有的领就不错了，还挑3拣4。李师兄说的对，师姐，
你就别为难他了。毕竟你现在契约了一只废猫，开销大，宗门体谅你，特意给你减了点月令。不像我，碧霄是天阶灵兽，宗门每个月给我100块下品灵石，还有各种天材地宝。林师妹说的是，您可是宗门百年难遇的天才，将来必定能成为元婴大能，这点资源算什么？师姐，要是你实在穷得揭不开锅，可以来求我啊！只要你给我磕3个头，我就赏你几块灵石，让你的废猫不至于饿死。婉儿心善，换作是我，连一口剩饭都不会给你。上一世，李师兄就经常克扣我的月历，都是林婉儿在背后指使的。我忍了3年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欺负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忍。林婉儿，月历是宗门规定的，你凭什么让李师兄克扣我的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炼气圆满，就凭我有碧霄。你要是不服，也找个天阶灵兽啊。可惜啊，你只有一只废猫。废猫怎么了？至少它不会忘恩负义，不会背叛主人，不像某些畜生，吃着别人父母的血，却反过来咬主人一口。你敢骂我？我要撕了你的嘴！碧霄惊恐地看着彩彩。碧霄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刚才那只小猫一叫，他就感觉一股来自血脉深处的恐惧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彩彩甩了甩尾巴，走到我脚边，像是在邀功。我心中一动，难道彩彩不是普通的猫？李师兄，现在你可以把克扣我的月历还给我了吧？他看了看惊魂未定的碧霄，不敢再放肆。给你，真是晦气！林婉儿，下次再敢动我的东西，我绝不饶你。彩彩，你刚才好厉害啊，居然能吓住碧霄。居然有这么多中品灵石！要知道，1块中品灵石相当于100块下品灵石，我1个月的月历才2块下品灵石。原来彩彩真的有神通！有了这些灵石，我就可以买修炼资源，快速提升实力了。彩彩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！我立刻拿出1块中品灵石，开始修炼。浓郁的灵气涌入体内，我的修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着。仅仅1个晚上，我就从炼气3层突破到了炼气5层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神清气爽地走出院门，彩彩蹲在门口，嘴里叼着一株草药。居然是100年的宁气草，这种草药在坊市上能卖10块下品灵石，彩彩真棒！从那天起，彩彩每天都会给我带来各种惊喜。我的修为突飞猛进，仅仅半个月就突破到了炼气7层。这次小比的第1名肯定是我的。至于林羡瑜，他能撑过第1轮就算不错了。那是自然，林师姐可是天才，林羡瑜契约了一只废猫，能有什么出息？主人，他们看不起你。自从上次吓退碧霄后，彩彩就偶尔能说几个简单的词语了。我知道她正在慢慢觉醒。没关系，到时候我会让他们刮目相看的。第1轮，我抽到了炼气6层的王猛，他仗着自己身材高大，经常欺负其他弟子。林羡瑜，你还是直接认输吧，免得我动手伤了你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他不是只有炼气3层吗？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怎么可能？王猛居然输给了林羡瑜？难道那只废猫还能帮他提升修为不成？哼，不过是走了狗屎运而已，下一轮他就没这么好运了。接下来的几轮，我一路过关斩将，林羡瑜上，闯进了决赛。决赛的对手正是林婉儿，演武场上的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点。林羡瑜，没想到你居然能闯进决赛，不过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。今天我要让你知道，天才和废物之间的差距是永远无法弥补的。
我的天，林羡羽居然能和林师姐打成平手，他的修为到底到什么地步了？太不可思议了！犯规！宗门规定，小比不能使用灵兽。规矩是给弱者定的。今天我就要让林羡羽死在这里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这只废猫，怎么可能挡住我的龙眼？彩彩，是你干的！啊！我要你们死！没关系，主人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一股恐怖的威压从彩彩身上爆发出来，碧霄惨叫一声，从半空中摔了下来，口吐鲜血。这是神兽！彩彩看着倒地的碧霄，眼神中满是不屑。重伤的碧霄抬起头，震惊的开口：“神兽！”碧霄，你没事吧？彩彩只是轻轻地将我放在地上。面前的林婉儿就已经乱了阵脚。这是什么妖法？你肯定用了什么邪修，否则凭你怎么可能拥有神兽？林婉儿，你别过来！你说过天阶灵兽只会追随强者，现在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强者？这次小比是我赢了，长老可以宣布结果了吗？我宣布，本次宗门小比第一名林羡羽。记住，永远不要看不起任何人。尤其是你口中的废物。小比结束后，我成了宗门里的名人。我如愿进入了藏经阁3层，挑选了一本适合我的功法，加上彩彩每天招来的天材地宝，我的修为进步神速，很快就突破到了炼气9层。这天，我正在院子里修炼。彩彩突然跑了过来，用爪子拽了拽我的衣角。彩彩对着西边的方向叫了几声，我拿出地图看了看西边的位置，那里是幽冥山谷，修仙界有名的险地，里面凶兽横行，危机四伏，就连结丹期的修士都不敢轻易踏足。彩彩，你是想让我去幽冥山谷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去幽冥山谷确实很危险。但彩彩不会无缘无故让我去那里。我想起了上一世碧霄说过的话，幽冥山谷里有一种天青草，可以提升灵兽的天赋。如果能找到天青草，彩彩就能彻底觉醒了。我下定了决心。好，我们去幽冥山谷。我收拾好行装，带着彩彩悄悄离开了宗门。一路上风餐露宿，披荆斩棘，走了3天3夜。我们终于来到了幽冥山谷的入口。彩彩，我们进去吧。越往山谷深处走，雾气越浓。走到一片沼泽地时，彩彩突然停了下来。这条巨蟒有筑基期的实力，鳞片坚硬如铁，普通的攻击根本伤不到它。彩彩大叫一声，向巨蟒扑了过去，跳到了巨蟒的背上，狠狠地咬了下去。巨蟒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，疯狂地扭动身体，想把彩彩甩下来。长剑深深刺入巨蟒的腹部，巨蟒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挣扎了几下便不动了。彩彩跳到我身边，用舌头舔了舔我的伤口，眼神里充满了担忧。
我没事，彩彩。你看，我们赢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沼泽中央的一块石头上长着一株通体碧绿的小草——天青草。我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到巨石前，天青草就在眼前，碧绿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指尖刚碰到天青草的茎秆，彩彩突然对着我身后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，那吼声不再是平日里软糯的猫叫，而是带着一股来自上古神兽的威压，震得周围的空气都在颤抖。我猛地回头，只见碧霄和林婉站在沼泽边缘，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贪婪笑容。林羡瑜，把天青草交出来！林婉穿着一身粉色的衣裙，手里拿着一把精致的长剑，脸上满是恶毒的神色。他身边的碧霄化为人形，穿着青色的长袍，眼神阴鸷地盯着我手里的天青草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。我皱起眉头，将天青草紧紧攥在手里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”“哼，我们一直跟着你。”碧霄冷笑道：“从你离开宗门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跟在你身后了。我早就知道你这只废猫不简单，肯定会来幽冥山谷找天青草。没想到你还真有本事，居然能杀死黑鳞巨蟒。不过没关系，你辛辛苦苦打来的猎物，最后还是要归我们所有。”林婉儿掩嘴轻笑：“姐姐真是辛苦你了，你放心，等我们拿到天青草，一定会给你留一口汤喝的。毕竟你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”原来他们早就料到我会来幽冥山谷，一直躲在暗处跟踪我。他们知道我不是黑鳞巨蟒的对手，想等我和巨蟒两败俱伤的时候，再出来坐收渔翁之利。刚才我和巨蟒大战的时候，他们就躲在不远处的树林里，看得一清二楚。你们做梦！我将天青草塞进怀里，握紧了青云剑，这是我用命换来的，你们休想抢走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碧霄怒吼一声，身上爆发出强大的龙威，他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，而且这段时间在林婉的资源堆砌下，修为已经突破到了筑基期中期，实力比之前强了不止1倍。他身形一闪，向我扑了过来，手中凝聚出一道青色的龙爪，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声向我抓来。我不敢大意，挥剑迎了上去，当的一声，长剑和龙爪碰撞在一起，我被震得连连后退，虎口发麻。林羡瑜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！碧霄一步步向我逼近，眼神里充满了不屑。乖乖把天青草交出来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，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！碧霄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！我怒视着他，我父母救了你，为了给你找化形丹，他们葬身妖族腹地，你当初跪在他们灵前发誓，会永世追随我，报恩到底。可你现在却3番5次的害我，你对得起他们吗？对得起？碧霄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我乃上古龙族，身份尊贵无比，你父母不过是2个卑微的人类，能救我是他们的荣幸。至于那个誓言，不过是我当时为了活命随口说说罢了，你还当真了？林婉儿也走上前来，挽住碧霄的胳膊，娇滴滴地说：“碧霄哥哥说的对，姐姐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也配让龙族给你当灵兽？要不是你父母死得早，你连给碧霄哥哥提鞋都不配，你们找死！”我被他们的话彻底激怒了，运起全身灵力，施展出青云剑诀的最强一招青云斩。青色的剑气如同长虹贯日，向碧霄和林婉劈去。碧霄冷哼一声，化出半龙身，张开大嘴，喷出一道青色的龙炎，龙炎和剑气碰撞在一起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剑气瞬间被龙炎吞噬。就在这时，林婉突然绕到我的身后，手中的长剑闪烁着寒光，向我的后心刺来。他的剑法阴险毒辣，招招致命，显然是想置我于死地。我连忙侧身躲过，可还是慢了一步，长剑在我的胳膊上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，鲜血瞬间涌了出来。主人！彩彩大叫一声，向林婉扑了过去。林婉吓得脸色惨白，连忙后退。她被彩彩在小笔上吓破了胆，现在一看到彩彩就浑身发抖。碧霄哥哥，救我！碧霄见林婉被彩彩缠住，心中一急，露出了一个破绽。我抓住机会，一剑刺中了他的肩膀。啊！碧霄惨叫一声，后退了几步。青色的血液从伤口里流了出来，他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怨毒。林羡瑜，你敢伤我，我要杀了你！碧霄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林婉连忙跑过去，扶住碧霄，从储物袋里拿出疗伤药，给他包扎伤口。就在这时，碧霄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张黄色的符咒，符咒上画着复杂的符文，散发着恐怖的气息。这是宗门给内门弟子的保命符，里面封印着金丹期修士的全力一击，一旦引爆，威力无穷。林羡瑜，去死吧！碧霄狞笑着，将符咒向我扔了过来。小心！彩彩大叫一声，毫不犹豫地挡在了我面前，符咒瞬间爆炸，强大的冲击波如同海啸一般向四周扩散开来，我被冲击波震得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彩彩，我挣扎着爬起来，只见彩彩躺在不远处的地上，浑身是伤，金色的血液从她的嘴角流出来，浸湿了她白色的毛发，她的气息变得极其微弱，眼睛半睁半闭，看着我，艰难地说：“主人，我没事，你快跑！”彩彩，我心如刀绞，连滚带爬地跑过去，将彩彩抱在怀里，她的身体冰凉，呼吸微弱，随时都可能死去。哈哈哈，真是感人啊！碧霄大笑着走过来，一脚踩在我的手上。林羡瑜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是可怜。你的废猫为了救你，马上就要死了。林婉儿也走过来，
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脸上满是得意。姐姐，我说过，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现在把天青草交出来吧。碧霄弯下腰，一把抢走了我怀里的天青草。他举着天青草，兴奋地大笑道：哈哈，天青草是我的了！有了天青草，我的血脉就能彻底觉醒。很快就能突破金丹期，成为修仙界的顶尖强者。到时候，整个青云宗都是我的。太好了，碧霄哥哥！林婉激动地抱住他。等你成为金丹期强者，我们就结婚，做一对神仙眷侣。我抱着奄奄一息的彩彩，看着他们得意忘形的样子，眼中充满了滔天的怒火。那怒火几乎要将我的理智燃烧殆尽。我咬着牙，一字一顿地说：碧霄，林婉，我发誓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血债血偿，就凭你！碧霄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，你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，还想杀我？我劝你还是乖乖等死吧。等我吸收了天青草，就送你和你的废猫一起上路。就在这时，彩彩突然从我怀里挣脱出来，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对着天空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。那咆哮声如同9天惊雷，响彻整个幽冥山谷。天空中瞬间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。彩彩的身体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，她的体型迅速变大，原本暗白色的毛发变成了耀眼的金色，每一根毛发都闪烁着金光。她逐渐幻化为一位白发飘飘的美少年，散发着睥睨天下的威压。刚才掉在地上的天青草突然自动飞了起来，化作一道绿光，钻进了彩彩的嘴里。吸收了天青草的力量后，彩彩的气息变得更加恐怖，她身上爆发出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，席卷整个山谷。沼泽里的淤泥开始翻涌，周围的树木纷纷折断，远处的妖兽吓得匍匐在地，瑟瑟发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林婉吓得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浑身不停地发抖。碧霄也脸色大变，手里的天青草早就不见了踪影。他感受到彩彩身上的威压，一股来自血脉深处的恐惧让他忍不住想要下跪。龙族虽然尊贵，但在真正的上古神兽面前，不过是蝼蚁一般的存在。招财神猫，这是传说中的招财神猫。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传来，我回头一看，只见青云宗的掌门和7位长老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沼泽边缘。他们看着彩彩，眼中充满了震惊和敬畏，身体都在微微颤抖。掌门激动的胡子都在抖，没错，就是招财神猫，上古10大神兽之一，掌管天下财富，能招来世间所有的宝物和机缘。古籍上记载，招财神猫出世时必有灵宝雨降临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话音刚落，天空中突然下起了灵宝雨，无数的天材地宝、神丹妙药、神兵利器从天空中落下，堆满了整个沼泽地。有万年灵之王、千年帝王参、9转还魂丹、上古轩辕剑的碎片，每一件都是修仙界梦寐以求的至宝。林婉看着满地的宝物，眼睛都直了，嘴里喃喃自语：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一只废猫怎么可能是招财神猫？碧霄更是面如死灰，他终于明白自己当初错过了什么。他放弃了传说中的招财神猫，选择了一只忘恩负义的青龙，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彩彩走到我身边，低下头，用脑袋轻轻蹭了蹭我的手，他的眼神温柔如水，和刚才睥睨天下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主人，我没事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。一股温暖的力量从彩彩的身上传到我的体内，我身上的伤口瞬间愈合，耗尽的灵力也瞬间恢复，甚至修为还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。我摸了摸彩彩的脑袋，心中充满了感激，然后我转过头看向碧霄和林婉，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。彩彩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金色的眼眸里瞬间充满了杀气。她对着碧霄和林婉冷冷地说：你们两个恩将仇报，背叛主人，残害忠良，罪该万死。说完，彩彩轻轻挥动了一下爪子，天空中2道金色的闪电从天而降，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劈向碧霄和林婉。不要！碧霄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，他想化出龙身逃跑，可在彩彩的威压下，他连动都动不了。闪电落下，碧霄和林婉瞬间化为灰烬，连骨头都没剩下。他们甚至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。看着他们消失的地方，我心中没有丝毫的怜悯，只有无尽的快意。两世的仇恨今日终于得报。掌门和几位长老连忙走过来，对着我躬身行礼，态度恭敬无比。林仙子，恭喜您得到招财神猫的认可，之前我们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，还望林仙子海涵。其他几位长老也纷纷道歉，尤其是之前一直偏袒林婉的2长老，更是羞愧得满脸通红。林仙子，老奴之前糊涂，错信了林婉和碧霄，还请林仙子恕罪。我淡淡地点了点头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掌门松了一口气，连忙说道：林仙子，您是我们青云宗的骄傲，如今老宗主年事已高，无力处理宗门事务，我们几位长老商议后，决定将宗主之位传给您，希望您能带领青云宗走向辉煌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掌门会突然提出这个要求。我看了看身边的彩彩，她正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，小声说：主人，当宗主吧，这样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。我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我答应你们。回到青云宗后，宗门举行了盛大的接任大典，整个修仙界的宗门都派来了使者祝贺。曾经看不起青云宗的各大宗门，如今都争相前来巴结。毕竟拥有招财神猫的青云宗，未来注定会成为修仙界的霸主。接任大典上，我穿着一身白色的宗主袍，坐在宗主之位上，接受着弟子们的朝拜。彩彩趴在我的肩膀上，威风凛凛地看着下方，
引得众人纷纷侧目。不过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服气，宗门里有几位资历深厚的长老觉得我太年轻，而且之前还是个废柴，根本没有资格当宗主。他们暗中勾结，想在大典上发难，逼我退位。就在大典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三长老突然站了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掌门，各位长老，我不同意林宪瑜当宗主，他年纪轻轻，修为又低，怎么能带领我们青云宗？我推荐大长老的孙子李浩当宗主，他天赋异禀，如今已经是筑基期后期的修为，比林宪瑜强多了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立刻有几位长老附和：“没错，林宪瑜不过是运气好，得到了招财神猫的认可而已。要是没有招财神猫，他什么都不是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发难，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三长老，你说我修为低？我站起身，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，那气息远超筑基期，已经达到了金丹期初期。原来刚才才招来的灵宝鱼里有一枚九转金丹，我服用之后，直接从炼气9层突破到了金丹期，成为了青云宗历史上最年轻的金丹期修士。全场一片哗然。金丹期，他竟然突破到金丹期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他才18岁啊，18岁的金丹期，这在整个修仙界都是绝无仅有的。三长老脸色惨白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半个月前还是炼气7层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突破到金丹期了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我冷冷地说：“你说我没有资格当宗主，那你觉得一个金丹期修士有没有资格？”三长老哑口无言，额头上冒出了冷汗。我继续说道：“还有，你说我是靠运气才得到招财神猫的认可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招财神猫不认可你？为什么招财神猫不认可你，不认可李浩，偏偏认可我？因为你们只看到了他能招来财富，却看不到他的真心。你们把他当成工具，而我把他当成亲人。”彩彩也配合地叫了一声，身上爆发出一股威压，压得三长老和那几位发难的长老喘不过气来。“我错了，林宗主，求您饶了我们吧！”三长老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。其他几位长老也纷纷跪下求饶不止。念在你们是宗门元老的份上，这次我就饶了你们。我淡淡的说：“不过从今天起，你们免去长老之职，去思过衙面闭3年。如果再敢作乱，定斩不饶。多谢林宗主不杀之恩。”几位长老如蒙大赦，连忙退了下去。经过这件事，再也没有人敢反对我当宗主了。在我的带领下，青云宗的实力飞速提升，才招来了无数的天才地宝和神兵利器，宗门的藏经阁被填满了，丹药库也堆积如山。我用这些资源建立了完善的弟子培养体系，凡是有天赋的弟子都能得到最好的资源。短短1年时间，青云宗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高手，宗门的整体实力提升了10倍不止。曾经和青云宗平起平坐的几个宗门，如今都只能望其项背。我也没有停下修炼的脚步，在彩彩的帮助下，我的修为一路高歌猛进，从金丹期初期突破到金丹期巅峰，然后又顺利突破到了元婴期。20岁的元婴大能，这在修仙界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奇迹。这天，我正在宗主殿处理事务，彩彩叼着一封烫金的邀请函跑了进来，跳到我的桌子上。“主人，有你的信。”我接过邀请函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修仙界第1大宗天剑门发来的。他们邀请我参加3年1度的修仙界大会，地点就在天剑门的总部天剑山。修仙界大会吗？我笑了笑，正好我也想去见识一下其他宗门的实力。3天后，我带着彩彩，乘坐着彩彩招来的飞天宝辇，前往天剑山。飞天宝辇有9只仙鹤拉着，速度极快，仅仅用了半天时间就抵达了天剑山。天剑山果然名不虚传，山峰高耸入云，仙气缭绕，到处都是亭台楼阁，比青云宗气派多了。来自各个宗门的高手齐聚一堂，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修仙界大会正式开始后，各个宗门的弟子纷纷上台比武切磋。天剑门的少门主李天傲表现得尤为抢眼，他年仅25岁，就已经是金丹期巅峰的修为，一手天剑剑法使得出神入化，接连击败了好几个宗门的顶尖弟子。李天傲为人极其嚣张，击败对手后不仅不手下留情，反而还会当众羞辱对方。几个宗门的弟子被他打成重伤，敢怒不敢言。还有谁敢上来挑战我？李天傲站在比武台上，双手抱胸，眼神轻蔑地扫过台下。难道整个修仙界的年轻一辈都是些废物吗？台下一片寂静，没有人敢应声。李天傲的实力太强了，而且他背后还有天剑门撑腰，没有人愿意得罪他。既然没有人敢挑战，那这次大会的第1名就是我的了。李天傲得意地大笑道：“我看啊，以后这修仙界就由我们天剑门说了算。”就在这时，我站起身，缓缓走上比武台：“我来挑战你！”全场一片哗然。他是谁啊？居然敢挑战李天傲？他是青云宗的宗主林宪瑜，听说才20岁就已经是元婴期修士了。不可能吧？20岁的元婴期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也觉得是谣言。他肯定是靠招财神猫才当上宗主的，本身实力肯定不怎么样。李天傲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：“你一个女人也敢挑战我？我劝你还是赶紧下去吧，免得我动手伤了你，到时候你的招财神猫找我麻烦，我可不好交代。”废话少说，出手吧！我冷冷地说，连剑都没有拔出来，找死！李天傲被我的态度激怒了，怒吼一声，抽出腰间的天剑向我刺来。他的剑法凌厉无比，带着金丹期巅峰的强大气势，剑锋呼啸，仿佛要将空气撕裂。台下的弟子们都屏住了呼吸，以为我会被一剑刺中，可我只是不慌不忙地伸出2根手指，
轻轻夹住了他的剑尖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李天傲也愣住了，他使劲想把剑抽回来，可剑却像是被铁钳夹住了一样，纹丝不动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可还是无济于事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李天傲歇斯底里地喊道：“你怎么可能接住我的剑？”我轻轻一用力，咔嚓，金刚打造的天剑竟然被我硬生生折断了。我轻轻一用力，咔嚓，金刚打造的天剑竟然被我硬生生折断了。然后我一掌拍在李天傲的胸口，噗！李天傲吐出一口鲜血，像断线的风筝一样，重重地摔在比武台下，昏了过去。全场一片死寂，过了足足有1分钟，才有人反应过来。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林宗主太厉害了，一招就击败了李天傲。原来他真的是元婴期修士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天剑门的掌门脸色铁青，拳头攥得紧紧的，却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他知道我现在的实力已经不是天剑门能惹得起的了。如果他敢说一句不满的话，恐怕整个天剑门都会被夷为平地。我走下比武台，才立刻跑过来，蹭了蹭我的手，骄傲地说：“主人，你好厉害！”我笑了笑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这次修仙界大会，我一战成名，所有人都知道青云宗出了一个20岁的元婴女宗主，还有一只传说中的招财神猫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招惹青云宗，青云宗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天剑门，成为了修仙界第一大宗。时光飞逝，转眼10年过去了。这10年里，我将青云宗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宗门的实力越来越强，弟子遍布整个修仙界。青云宗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天剑门，成为了修仙界第一大宗。时光飞逝，转眼10年过去了。这10年里，我将青云宗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宗门的实力越来越强，弟子遍布整个修仙界。我也没有停下修炼的脚步。在财财的帮助下，我的修为一路从元婴期初期突破到了元婴期巅峰，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化神期，飞升仙界。财财也彻底觉醒了，他不仅能招来世间所有的财富和宝物，还拥有了毁天灭地的实力。就算是化神期的修士，在他面前也不堪一击。他成了整个修仙界最令人敬畏的存在。所有人都尊称他为招财大人。这天，我正在后山的闭关室修炼，突然感觉到天地间的灵气开始剧烈的波动，天空中出现了七彩霞光，仙鹤齐鸣，百花齐放。我知道突破化神期的契机来了，我立刻关闭闭关室的大门，开始冲击化神期。财财守在闭关室外，不让任何人打扰我。冲击化神期的过程异常艰难，我经历了99天劫，无数道天雷劈在我的身上，差点将我劈得魂飞魄散。好在有财财在外面为我护法，他用自己的力量帮我抵挡了大部分天雷，又给我招来了无数的疗伤圣药。3个月后，闭关室的大门缓缓打开，一股强大的气息从里面爆发出来，席卷整个青云宗，甚至传遍了整个修仙界。天空中出现了巨大的飞升之门，金色的光芒洒落在大地上。我成功突破到了化神期，整个修仙界都为之震动。化神期的修士在整个修仙界都屈指可数，而且大多都是隐世多年的老怪物。像我这样30岁就突破化神期的，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。青云宗的弟子们纷纷前来祝贺，脸上充满了喜悦和敬畏，掌门和长老们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他们知道青云宗终于要走向巅峰了。可我看着天空中的飞升之门，心中却没有太多的喜悦。突破化神期后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飞升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最多还有1个月，飞升之门就会彻底打开，到时候我就会离开凡间，前往仙界。可是财财不能和我一起飞升。招财神猫是上古神兽，诞生于混沌之初，不属于仙界，也不属于凡间，它只能留在这片土地上，永远无法飞升。如果我走了，财财就只能一个人留在凡间，孤孤单单地度过漫长的岁月。晚上，我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财财趴在我的腿上，安静地陪着我，用小脑袋蹭着我的手心，月光洒在他金色的毛发上，泛着柔和的光泽。财财，我轻轻抚摸着他的毛发，声音有些沙哑。我快要飞升了。财财的身体猛地僵了一下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金色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不舍。主人，你要离开我了吗？我点了点头，眼眶有些湿润。对不起，财财，我不能带你一起走。财财低下头，用小脑袋蹭了蹭我的胸口，小声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主人，只要你能成仙，我就开心了。我会在这里等你，等你回来看我。”可是我能感觉到他声音里的难过和委屈，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，金色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。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那时候他是一只被人嫌弃的废猫，被林婉一脚踹到我脚边，浑身脏兮兮的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。而我是一个被人嘲笑的废柴，失去了父母，被自己的灵兽背叛，一无所有。我们相依为命，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他陪我走过了最黑暗的日子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给了我希望。如果没有财财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，我怎么能丢下他一个人呢？成仙又怎么样？长生不老又怎么样？如果没有财财的陪伴，就算成了仙，也不过是一个孤家寡人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做出了一个决定。财财，我看着他，认真的说：“我不飞升了。”财财猛地抬起头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主人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飞升了。我笑了笑，擦去他眼角的泪水。没有你的陪伴，就算成了仙，
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宁愿做一个普通人，和你在一起。说完，我不等彩彩反应，立刻运起全身的灵气，开始散功。主人，不要！彩彩大叫着，想阻止我。你不能这样，成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，你怎么能放弃呢？可是已经晚了，我体内的灵气开始一点点消散，金色的光芒从我的身上退去，我的修为从化神期一路跌落，化神期、元婴期、金丹期、筑基期，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修为的普通人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浑身无力，额头上布满了汗水，但我的心里却无比轻松，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彩彩扑进我的怀里，放声大哭：“主人，你怎么这么傻啊？为了我放弃了成仙的机会，你以后会变老，会死的。”我抱着他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能和你一起度过这一生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再说了，就算我变成了普通人，你也会保护我的，对不对？”彩彩用力点头，哭得更凶了。我会的，我会永远保护主人，我会永远保护主人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从那天起，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青云宗宗主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我把宗主之位传给了我的大弟子苏清月，他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，聪明能干，做事稳重，一定能带领青云宗继续走向辉煌。然后我带着彩彩悄悄地离开了青云宗，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只是留下了一封信。我们游山玩水，走遍了大江南北。春天，我们去江南看桃花，住在水乡的小客栈里，听着乌篷船的摇橹声，看着漫天飞舞的桃花瓣。彩彩会跑到桃树上摘桃花给我戴在头上。夏天，我们去海边看日出，住在海边的小木屋里。清晨，我们一起坐在沙滩上，看着太阳从海平面上升起。傍晚，我们一起捡贝壳、采浪花。彩彩最喜欢在沙滩上打滚，弄得满身都是沙子。秋天，我们去山上看枫叶，漫山遍野的枫叶红得像火一样。我们坐在枫树下，喝着茶，看着落叶随风飘落。彩彩会把最红的枫叶叼给我，让我夹在书里。冬天，我们在北方的小镇里，住在有暖炕的小屋里，外面下着鹅毛大雪，屋里烧着暖暖的炉火。我们坐在炕上，烤着红薯，听着窗外的风雪声。彩彩会钻进我的被窝里，和我一起睡觉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。很多年以后，我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走路也需要拄着拐杖，可彩彩还是当年那只可爱的小猫模样，金色的毛发依旧闪闪发光，一直陪在我身边。它会帮我拎东西，会帮我开门，会在我走路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扶着我。这天阳光正好，我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，盖着毯子，看着天上的白云悠悠飘过。彩彩趴在我的腿上，安静地睡着，发出轻微的呼噜声。我轻轻抚摸着她柔软的毛发，嘴角露出了微笑。这一生，我爱过，恨过，辉煌过，也平淡过。我曾经站在云端俯瞰众生，也曾经跌落谷底一无所有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因为我有彩彩，她是我黑暗中的光，是我寒冷中的暖，是我一生的牵挂和陪伴。仙途漫漫，长生无期，不及你相伴一生，岁岁年年。